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女性都不愿意或者是不想说出的一个困扰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掉头发。您是不是发现人年过40呢，这个头发越洗越少这个发根子越来越细请大家不要担心，这并不是一定不可以改变的宿命而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呢，我们应该做一些重要的调整。女性进入这个更年期最大的变化就是荷尔蒙的剧烈变动。她经过这个生育期之后进入更年期，也就是说这个生育的年龄就过去了，这个激素呢就出现了巨大的减少。这个雌激素它有保护毛囊的作用，它一旦下降呢，这个体内的这个睾酮它就会被转化成一种叫做双氢睾酮的东西。它正常情况下呢，它应该转化成雌激素它现在不能转化成雌激素呢，它转化成一种双氢睾酮这个东西它会让毛囊萎缩，让这个头发呢变细变少所以呢，发现你这个头顶的这个发线呢变得稀疏了洗头掉头发量也多了，这个发质呢也变细了这个发尾也比较毛糙头皮比较干痒当然了，也许我们的朋友在看的时候说我还没到更年期，我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其实呢，这个症状并不是一定要在更年期才出现的。当你的这个激素的水平出现不平衡的时候特别是雌激素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一个天然的这种自我平衡的一个策略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过的亚麻籽还有豆浆，它有一定的这种植物性的雌激素的作用它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还有聚棕榈萃取的这个产品呢，也可以帮助降低这个 DHT 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减少高糖高脂肪饮食不是因为这些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而是因为胰岛素分泌过多以后它也会造成身体产生更多的这个 DHT， 也就是双氢睾酮。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头发的变化呢，是我们荷尔蒙的变化，而这个荷尔蒙的变化呢，告诉我们呢，要把这个荷尔蒙呢调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荷尔蒙不光是影响到头发它影响到大脑，影响到骨质，影响到心血管系统。换句话说，更年期以后激素的变化呢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激素的问题呢处理好。处理不好呢，它有很多的后果那么处理的不恰当呢，也有很多的后果。所以呢，如果您关心这个荷尔蒙和我们健康的关系呢，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我们会对荷尔蒙健康这个问题从每个人的身体特征到每个生命阶段的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变化和需要以及怎么样自然的补充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当然也到一些我们怎么样又安全又有效的补充方法。那么这些呢，我们都会在今后的视频里面非常仔细全面的去解读它。那么回过头来讲呢，除了荷尔蒙的因素呢，就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营养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爱吃的也是一样的多，但是她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差特别是对铁锌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B 还有铜这些呢都和黑色素生成和我们的毛囊的活性有关，这些营养素也很重要。那并不是说你到了更年期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胃肠道不健康有肠漏的问题有菌群失调的问题，有慢性感染的问题，有慢性炎症的问题，那么都会造成我们这样的营养不良的出现，也会造成头发的变化特别是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贫血的体质缺铁了他也不知道。有的人呢他吃素那他脾胃本来就虚这个 B12 呢和蛋白质都不足还有呢年龄大了以后，我们的胃肠道功能呢也变差营养呢也容易丢失。所以呢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一般来讲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大部分人来讲加点黑芝麻、黑豆、核桃、蛋黄和小鱼干。说到小鱼干，咱们要强调一下
这个小鱼干要注意它的来源和品质当然了，鱼越小其实呢是越健康的，因为它不太容易吸收水里面的一些不良的东西鱼越大它越容易藏着各种各样的重金属不健康的化学成分等等另外呢，就是要补充铁剂以及呢螯合的锌维生素 D3、B 群和胶原蛋白这个我们都特别的强调。我们很多朋友到中年以后呢，脾胃比较虚弱。你怎么知道脾胃虚弱呢？你就发现你要不吃的多，但是代谢慢，是吧？然后呢，一弄呢就很容易疲劳又没有精力那么同时呢，你还容易呢身上一碰就出紫斑这些呢都是脾胃这个虚弱的表现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增加一些健脾的药茶，像白术茯苓山药陈皮把它放在一块儿煲汤喝、煲茶喝都可以头发掉的多呢，它不一定说你吃的不多，而是你吸收不好或者说你的代谢出问题了你就吃进去了，但是呢没有被利用掉这也是问题。从中医的观点来讲，更年期肾阴虚了，而且呢是肾精不足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肾气和肾精就是主宰我们的生殖功能的，到了更年期这方面就很弱这时候呢你肾气也虚，肝血也虚，肾阴也虚这时候呢人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因为肾呢它是藏这个精的这个精怎么理解呢？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很可能呢就是对一些重要的激素的一个统称你比如说肾脏里面有肾上腺素、血红细胞生成素，还有一些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等等，还有一些性腺都属于这个肾精的部分。那么呢它是管头发的，所以呢你气血不足呢，头发就变得少，然后逐渐变白。而我们这个肝胆就在我们两鬓这里，肾虚的时候首先就会在肝脏里反映出来所以这两鬓呢这头发常常是先白的。还有就是头顶掉头发比较多这都是肝胆的经络的营养的部分走向。那么呢对于不同体质的人呢，你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有的人他脱发是因为肾虚他怕冷、腰酸、夜尿多、疲倦、白发增多。还有一种呢是血虚脸色苍白这个成色很淡，容易头晕掉头发也多还有一种是肝气郁结型情绪波动大、易怒这时候呢掉头发常常是集中在头顶这肝的走到的地方两鬓也是。补肾的话，像舒地何首乌枸杞子当归杜仲桑葚这些都是补肝肾的但最好呢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呢做整体的一个方案。因为肾呢它不是一个孤独的它跟肝、肺跟脾、跟心都非常密切相关那穴位按摩也是总体来讲头上的这个经络很多，所以有人拿桃木梳子梳头，顺着这个经络梳也是非常好的。那也有人呢是针对性的做穴位的按摩其实头上的每个穴位都是可以按的特别是你那一块掉发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多按，像一些百会肾腧足三里三阴交这些穴位呢我们在视频里面都会讲过，然后呢将来会跟大家专门讲怎么找它怎么做按摩。另外呢每周呢可以用艾灸灸肚脐眼，叫神阙，灸背上命门小腹部位、关元这些都是补肾气的艾灸它比较温阳的所以呢你如果阴虚还在更年期潮热盗汗口干这些阶段呢你就少用一点。有人说是更年期了，所以呢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是相反的我们肾气虚了，肾精不足了，这时候呢会导致头发方面的问题。很多女性她其实呢她不光是怕这个掉头发，她也是发现呢自己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己可以掌控，这对自己的信心也有影响所以更年期除了生理方面的变化呢，这个心理它也是一个转换。
夫妻关系的变化和孩子关系的变化，工作的变化等等。家庭工作孩子付出太多啊，对自己呢忽略的比较多，还有呢对外貌的变化啊，开始呢对自己失去信心啊，情绪低落等等。其实呢大家呢都不要这样，生命每一个阶段啊都有每个阶段的辉煌啊，都有每个阶段的美丽，就像一年的春夏秋冬一样啊，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用处，都有每个季节的美丽。我们人呢，它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啊，它并不是一个凋零的过程。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新的生活目标、生活重心啊，更多的开始呢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去照顾别人所以呢更年期大家不要丧失信心它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呢会让我们有一个第二次的生命，头发呢也是可能重新长出来的。总而言之这个更年期的脱发呢并不可怕，如果我们从荷尔蒙的调节、营养的补充肾气肝血的平衡、精神和心态方面的调整我们呢不光可以留住头发，更能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光彩。熟悉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每天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健康的实用方法我们会准时在这里呢跟大家说说健康的事情。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